我们今天要来帮这种传统型的电风扇更换一下摆头齿轮箱，顺便帮轴心上点黄油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之前我们有个影片帮 DC 的电风扇修理摆头的问题，今天我们要针对这种传统型的交流电的 AC 电风扇来处理它的摆头问题，然后顺便也帮这个轴心再上点油。这个轴心已经缺油了，它的状况大概是这个样子。我们来看这3台电风扇，最前面这一台最矮的，这一台就是传统型的电风扇，它就是 AC 的电扇，它这个按钮就在这个下方这边，它的摆头功能就在这个马达后面有个拉杆，左后方跟右后方这两台都是节能电扇，这是一般我们说的 DC 电扇，但是它的摆头功能又有区别。我把它转一个方向，这样子会看得更清楚。我们拉近一点来看一下，最前面这一台传统电扇，它这个上面就有一根拉杆控制摆头。右后方这一台 DC 电扇，全部功能都可以遥控器控制，它这个地方就没有摆头的拉杆，它就要从底下的面板以及遥控器来控制摆头。左后方这一台虽然是 DC 电扇，但是它的摆头功能是不能遥控器控制的，它这个马达上方就有一根拉杆用来控制摆头，所以在购买摆头零件的时候，一定要先确定你的摆头零件是机械式的还是电子式的。只要马达上方有这种拉杆的，像这个还有这个，它都是使用机械齿轮箱来控制摆头。我们还是先来看一下今天会需要用到的零件。DC 电风扇用的就是这一种。上一个影片我们有详细的介绍这个规格跟购买的指南，还有注意事项。有兴趣的，如果要修理 DC 电风扇摆头，可以看一下上一个影片。这种是电子式的，用电来控制它的摆头。今天要用的是我手上这一颗，这一颗就是机械式的，这里面是一个齿轮箱，上面这一根东西就是一般我们拉起来它就会停住，按下去它就会开始旋转。里面是齿轮，它会带动下面这边做摆动。我们来看一下后面，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个洞，这个洞就是要给轴心的尾部穿到这个洞里面。当电风扇在转动的时候，轴心转动就会带动里面的齿轮转动，所以它摆头是完全不用电的。我们在购买这种的时候也要特别注意一下，后面这一块板子它是一个方形的，在这个方形的3个角上面，分别各有一个螺丝孔，这种是台湾比较常用的。另外，你在市面上或者你喜欢买淘宝的话，你会看到有另外一种款式，它的孔位设计不是像这样子直角三角形的，它另外一种设计是正三角设计的。如果你买到那一种的话，可能没有办法直接装在我们台湾的电风扇上面。所以你在购买这个之前，最重要还是要确认你这个螺丝的孔位是哪一种。顺便提一下，因为现在很多人的家里他想要省空间，就会采用壁扇。壁扇会分成双拉跟单拉。如果单拉的壁扇，一般来说它使用的摆头器也是这一种的。如果是双拉壁扇的话，就不要买这一种的哦，它的设计有点不太一样。因为那一根拉绳它要控制上面这个东西，所以跟一般我们这一种直接用手拉的设计是不同的。我目前为止一直找不到双拉壁扇的这个齿轮箱。如果有人知道在哪里有在卖双拉壁扇的齿轮箱，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一般桌扇或者立扇使用的齿轮箱就是我手上拿的这一种。这边再跟各位说明一下，为什么这电风扇的摆头会坏掉，主要就是这个里面的齿轮它可能崩牙了，或者是使用很久，牙齿已经磨损卡不住了，导致它在摆头的时候会发出咔咔声，或者有的甚至不能摆头。一种做法就是直接把这个齿轮箱整组换掉，这个是比较容易的做法。另外还有一种做法，
就是把这个齿轮箱拆开来，单独更换里面的齿轮。齿轮箱一组大概是70到100元，我今天会更换整组的齿轮箱。相较于这种电子式的，这个一颗大概就150到200块，传统式的齿轮箱相对就便宜很多。如果要打开这个齿轮箱，给里面的齿轮更换或者上油的话，这个上面的盖子上面有螺丝，转开来这个盖子就可以打开了。如果要给轴心上油，前面的罩子跟扇叶都要拆掉。如果只是要更换齿轮箱的话，只需要拆掉马达后面这个罩子就好。拆卸方法在上一个影片有非常详细的说明，有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上一部影片。首先把摆头的这一根东西给拔起来，这一根东西它只是卡进去而已，用力拔它就可以拔出来，像这个样子。马达罩子后面这边这颗螺丝转出来，这样子就可以看到这颗齿轮箱在这边。购买之前就是要先确认这个螺丝的孔位，这种就是台湾的螺丝孔位，直角三角形的，这边2颗，这边1颗。这一根联动杆的顶端就是接在齿轮箱的底部，这边有颗螺丝，我们要先松开，把联动杆跟齿轮箱分离。接下来齿轮箱这边3颗螺丝把它转下来，螺丝转下来之后，我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齿轮箱拿出来。拿起来就像这样子，是不是跟我买的一模一样？各位看一下这个螺丝孔位，它就是这样子直角三角形的。这个地方轴心的尾部，它就是穿到这一个齿轮箱里面去，利用这个轴心转动，带动里面的齿轮，然后带动摆头。它里面原本有加了很多齿轮香油，如果你有把它清理掉的话，最后要再帮它上一些齿轮油或者黄油。不然金属直接接触里面的塑胶齿轮，没有润滑，很快就会坏掉。因为我想顺便帮这个轴心上油，就是之前我们抽风机的那种上油方式，所以必须把这个马达盖子拆开，先把轴心上好油之后，我们最后再来装新的齿轮箱。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马达的盖子打开，它的螺丝是从后面锁到前面的，4个角落各有1根，把这4根螺丝转下来。因为这个马达前盖是连接在座上面的，所以我们把马达后盖跟线圈的部分往后面抽，这样子就打开了。各位要注意，千万不要把铜线这个线圈的地方刮破皮或者弄断，这样会有短路的危险哦。把这个转子取出来之后，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很清楚，洞旁边有一个黑黑的一圈，那个地方我们上次上的是真车油。我这次会用液体的黄油来试看看。后面这边有一圈，前面盖子你稍微把转子抽出来，你也可以看到那边有一圈。我们上油就是要上在那边。如果你只是很单纯上在这根杆子上面的话，它不会持久。洞旁边黑黑那一圈，它就有除油的功能，里面的油会慢慢释放出来。我今天用的就是这个德国的高渗透液体黄油。这个我本来是买来用在脚踏车链条上面，我发现它的流动性非常好，比一般恐龙192还要好。然后各位也要注意，不要使用恐龙191，也不要使用这种 WD-40，这种东西非常不耐久。最传统、最省钱的用法就是加真车油。之前抽风机有加过真车油，效果不错。虽然这个是高渗透性的黄油，但是黄油可能会有一个缺点，它会很容易粘脏东西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来试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就把它加在黑色圈圈那边，把它灌到满。前面盖子的地方也把它灌满。都上好油之后，我们再把它组装回去，再把4只螺丝都锁回去。一样锁的时候要注意力道的平衡。锁好之后，我们一样要确认这个轴心转动有没有顺畅。接下来我们就要安装摆头的齿轮箱，记得在这上面先上足够多的齿轮油或者是黄油，尽量上多一点。这边就是怕少不怕多。接下来就把这个齿轮箱装回去，把3颗螺丝锁好，再把这一根联动杆锁回齿轮箱下面。安装这个的时候，你有可能这个头要摆一定的角度。或者你可以选择把这个电风扇立起来，锁下面这一颗螺丝会比较容易。这样子基本上就快完工了。再把这些罩子跟扇叶都装回去。最后别忘了把这个装回去。
对准之后用力压下去，压到底，这样就可以了。按照惯例，我们再来测试一下吧。启动，都没有问题。现在风扇启动的时候也不会有叽叽乖乖的声音。再来测试一下摆头，压下去，摆头也 OK。停止，摆头。停止。今天我们传统 AC 电风扇维修摆头、更换齿轮箱以及轴心上油的部分，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然后分享我的影片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